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那我们今天讲的课程是在初级班的时间波。那当初我在定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唐老师大笑了3声。为什么呢？在他40年的教学生涯里面，然后能够懂时间波的学生寥寥可数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他非常佩服我的勇气。那不只是这一堂课，还包括下一堂课价量行时合一这部分，这2堂课都完全没有唐老师的理论篇的部分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在实战中，然后碰到的时候告诉我，然后我再把它记录下来，再经过我的实战多年的实战以后，我把它整理成一个比较的方便的部分。那如果大家今天看完此片认同我的想法的话，拜托大家一定要用力的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为什么呢？请大家让我在唐老师的面前可以告诉他说我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。好的 ，OK， 我们进入了是正题。那正题的这部分呢，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部分就是时间波的部分。那时间波为什么一定要介绍呢？因为它是用来辅佐形态的。那大部分我发现，学生在学形态学最大的部分就是说，第一个没有办法在事前的时候就找到所谓的起涨原点，也没有办法在事前的时候发现说形态要结束了。还有同时更严重的情况，可能是各节点要下来的时候，他们也搞不清楚。也就是说，他在画形态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，好像节点在这边，又好像在前面，又好像在后面。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利用时间来辅佐形态。那所以说，学完时间波的话，对于各位对于 N 型理论的画法这个地方会非常的清楚。OK， 那接下来的话，我就直接用 K 线图的部分来跟各位介绍一下。那大家看一下哈，大家比较熟悉 K 线图。那我最近最常被投资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Judy 老师，请问这个大盘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？通常我的回答都是说，你学过 N 型理论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们画画看这个盘会跌到什么时候？那当你在看那个日线图的时候，可能看不太清楚。那我们这个地方，我是利用60分钟的分时图。画给大家看，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了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盘到底会跌到什么时候？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1D， 这边是2D， 这边是3D，OK， 那代表剩下了4D 嘛。那4D 我要怎么去推算呢？那很简单，我已经跟你讲，时间是辅佐形态。当你知道这边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可以约略用这个起跌 N 型的时间跟价位去推估侧幅 N 型的时间跟价位。所以我就不跟各位说答案了。相信聪明的你看到这一集的时候，其实答案已经差不多揭晓了。OK， 那接下去我们就利用这个下跌段中间，它有一个2高反弹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它时间比较短，那刚好配合我们时间的课程，那我再利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的江波图的部分来跟大家做分析，让大家比较清楚。好，那在江波图的时间运用里面呢，那我要跟大家讲说，用一个简单的式子来讲，其实就乘7。什么叫乘7呢？就是说 A、B 段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直接把它时间乘7，大概就知道4高的时间在什么时候。那为什么乘7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因为在波动力学里面告诉你说，从起涨原点涨到1高的时候，假设这个地方是1，那它回档到1D 的时候，正常的时间是0.5，因为我们拉回手1/2嘛，所以时间也用0.5。那有的时候因为有误差，所以最高可以到0.6，所以大家就把从原点到1高算作1，后面是0.6，这样一路加上去的话，你会发现我最后加起来的时间是多少？6.8。那6.8并不好算，所以我直接就把它进位乘7。所以说这部分来讲，这个乘7是我自己发明的，不要去问唐老师为什么偏心只教我，其实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假设江波图来讲话，我们是做一个当冲，那当冲江波图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到60分钟，会形成一个所谓的极短线的起涨 N。那我们直接乘以7以后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280分钟到420分钟，也就是说在1天多一点点或1.5天左右的时候，会形成所谓的极短线的 N 加 N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每次在大盘大涨的时候的隔一天都很容易开高走低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4高有可能在隔天的一开盘，或者是隔天的那个差不多10点多的时候就做一个4高的结束，然后接下去做一个回档。所以当你有一个约略的时间的话，是不是对于形态的部分你会比较好判断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，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我要用3月8号到3月23号的实例跟大家讲。那大家平常在画江波图的时候，都是一天一天的画。
那我这张图形呢，是把2天连在一起，也就是说3月8号跟3月9号连在一起。那我们看一下哈，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说，我们一个刚起来的起涨 N 型大概是40分钟到60分钟，我们有没有看第一个已经符合这个标准？所以整个 N 加 N 的时间，我们如果用公式算，大概是280分钟到420分钟之间。可是你就会跟我讲说，Judy 老师，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 N 加 N 加起来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啊？你不是说要280分钟吗？可是实际上的时间好像感觉没有那么长，因为我们算就是我们如果用标准的那个280分钟这个地方去算的话，那从起涨的这个时间去推估的话，应该在次一个交易日12点34分完成，但是实际上它是在3月9号的10点37分这个地方就完成了。你说Judy老师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时间是用来辅佐形态的，所以我们当然是以形为主啊。它已经在这个地方涨到了形4高结束了，那当然是以这个时间为主。所以大家不要死死的抓住一个公式，就说一定要280分钟到420分钟，它可以缩小一点，那也可以做长一点，比如说成功上涨 N， 它所需要时间就比较长一点。那我发现就是说，越是年轻的操盘手进来的时候，尤其在做当冲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看快很准，所以时间缩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完，刚刚是3月8号到3月9号，那接下来我们3月9号到3月10号这个地方2天的江波图，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看 ，OK？ 那连在一起看，你就会发现啦，这个 N 加 N 它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？那我们就去推估这个地方，我们叫做初始 N 型，对不对？然后加上了那个什么后面扩大 N 型，然后到了这边的时候，它 N 型可能再扩大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去看说，原来我们是觉得说280分钟到420分钟形成一个交易日，可是用实际上的推估的话，它可能会提前或延后。像这个例子来讲的话，我们本来推估它的时间是在11点27分，或者是说再隔一天的10点32分，但是它的完成的时间点是在11点24分这个地方就完成4高，也就是说它的时间这个地方有稍微提前一点。OK， 那接下去你说我已经走完了1高2高，就是1高2高3高4高完了以后，它拉回要去一个修正。那我这边讲未完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它这边才1、2、3嘛，所以它未完，它要看它的另外一个 N 就在下次一个交易日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那大概用这样的推论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就直接用3月8号到3月16号跟大家接在一起讲。好，我这边形成了一个 N 加 N 以后变成一个大 N，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大 N， 然后加起来就是一个超大 N， 然后我用这样的时间去推估后面的一个 N 型扩大的时间，然后结果实证出来以后，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的 N 型上涨是很漂亮，可是到了第二个 N 型扩大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其实是走了一个所谓的关键位置到 N 型。当这个一出来的时候，大家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就有可能有 N 上 N 下的危险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发现3月18涨到3月14，然后接下去才2天的时间，就迅速的把3月8号到3月14号的涨幅就跌完了，而且在那个整个实证的交易日，你会发现就是说，整个攻击的时间也比我们那个原来理论的时间要来的短一点。OK， 这没关系，就是举个实证给大家看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再看长一点的，就是用一样的方法去算的话，我们3月8号到3月10号这个地方，好，我们这个地方涨了843分钟，然后回档跌破了1/2，然后接下去我们就知道，因为跌破1/2，它一定是一个正常 N。那这个地方花了843分钟，那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推估也是843分钟？结果我们有没有发现时间其实它是延长的？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，时间是辅佐形态，我们还是要以形为最主要的交易。那你说好，那你讲那么多，你到底要跟我讲什么呢？其实我就是要用实例跟大家讲说，我们用实例跟理论做比较，我们就可以汇整一些所谓的数字出来。如果纯粹就理论篇，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，直接乘以7，然后我 N 型这样子一天一天过完，就是会扩大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推估，就是说，如果用理论来讲的话，我们在短线上的投资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15天到27天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短线的起涨 N 型。
可是如果用我们刚刚举例的，就是说，一只3月份那次的反弹，我们的举例在15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它起涨 N 型是可以缩短到10天到20天。所以说这样子的话，就会很容易形成类股轮动，就是有些人的起涨 N 型大概10天到20天完成，但是有些个股的起涨 N 型的话，大概是需要15天到3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结论。这个结论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当冲交易者，那你当冲的时间如果以实物来看的话，刚刚我们有说1天到1.5天，但是实物上如果说像我们这一次是一个反弹，那大家只是抢个反弹要走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它的时间是缩短的。那如果是正常的向上攻击的话，它大概就是1到1.5天。所以你要去做股票当冲的人，这就是投资人每次都要抓着我一直问说，你告诉我 N 加 N 这个地方到底要花多少时间？那我现在只能跟大家讲，就是说0.6个交易日到1.5个交易日都有可能，请大家不要死记时间，时间放在你的心里，你要以形态为主。好 ，OK， 那你玩当冲或隔日冲的人，你大概就知道哦，当冲你当天冲掉，大概在0.9的时间，也就是快靠尾盘的时候你就出多。如果是隔日冲的话，就是隔天开盘或10点多的时候做隔日冲。那你要做周冲的话，用前面我的理论跟实务跟大家介绍，就是说把这些单日的江波图都加在一起的话，周冲的时间大概就是3到5天之间。那如果你要隔周冲的话，就是7到10天。那如果你要再做短线交易的话，就是10天到20天这个地方。那这边的重点要告诉大家说，时间辅佐形态，以形为主，不要迷失在时间的陷阱。那我们今天举的实例就是用江波图为主。那下一堂课开始的话，因为江波图要一直画很长，比较难，那我会用个股 K 线图的方式来告诉大家。那希望就是说今天简单的课程介绍的部分呢，能够让大家对时间波这个地方是比较清楚跟了解的。希望就是一直来信问我的投资朋友，每次都要问我说，到底在江波图上 N 加 N 需要多久的时间？希望我已经回答你了，理论上是1到1.5天左右，但是在反弹的过程中，或者说因为突发的事件，然后操盘主力这个地方他想比较及早出脱持股的话，那时间可能就缩短在1天之内。OK， 今天到了节目的尾声，提醒你，如果想知道更详细，要记得去部落格看哦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